国产 SD-10导弹发射10多秒就熄火，这难道不是技术原因？为什么巴铁飞行员称其为短跑健将？是因为导弹性能不行吗？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密财虎，我是虎妞。最近网传巴基斯坦飞行员称，中国外贸 SD-10空空导弹为短跑健将，实际上就是因为 SD-10导弹的发动机工作只有10多秒时间，并表示这款导弹已经超过了印度空军装备的 R-27和 R-77这2款主力空空导弹。有网友认为巴铁在阴阳怪气嘲讽 SD-10性能不行，那么巴铁空军对 SD-10导弹的评价是嘲讽还是夸赞呢？ SD-10导弹的发动机在空中仅工作10多秒就熄火，这是否是正常现象呢？中国出口给巴基斯坦的 SD-10空空导弹实际上就是中国研制的 PL-12空空导弹的外贸版本，属于中程超视距空对空导弹，也是目前解放军服役中仅次于 PL-15的最新型空战用导弹，和美国的 AM-120为同一级导弹。SD-10空空导弹主要装备巴铁空军的枭龙和歼十3E战机，是巴空军抗衡印度空军的又一利器。SD-10空空导弹重达200千克，采用固体火箭引擎和固体燃料，射程范围在70至100千米，最大速度可达4马赫，是主动雷达导引导弹。SD-10的性能要优于印度空军除了流星空空导弹的所有中程超视距空空导弹，是当今世界技术水平较高的超视距空空导弹。而 SD-10空空导弹工作10多秒，发动机熄火是正常现象，尤其是以射程最远的中远程超视距空空导弹举例。空空导弹需要携带足够的燃料来提供推力，但燃料的负载量对导弹整体重量和尺寸有限制。为了平衡导弹的飞行性能和有效载荷，燃料带不了多少。巴铁空军说 SD-10是短跑健将，是因为这款导弹加速度快。空空导弹的体积通常是有限制的，携带的固体燃料有限，而且考虑到飞机的通用性，空空导弹也不可能设计太过笨重。虽然这么做是可以增加发动机工作时间和射程的，但是太重会显著影响导弹的气动外形、机动性，将增大空气阻力，而且还会降低导弹的加速度，抗过载能力将大大降低，也将显著降低导弹的攻击效率，尤其是对于战斗机这类高机动目标而言。所以现今的主流的中远程空空导弹都将重量保持在150至210千克之间，这是导弹重量和效率的平衡点，当然也限制了导弹本身携带固体燃料的能力。众所周知，固体火箭的特点就是一旦点燃就无法停止，而会一直烧完。现在世界上的主流空空导弹发射出去之后，会在短短10几秒的时间内将导弹的固体燃料迅速消耗一空，然后靠着惯性飞行去攻击远处的敌方空中目标。但是这也有射程大段无动力推动导弹的问题，所以无论是美国的 AM-120还是 SD-10都采用了双式双推力固体火箭发动机，刚发射的时候使用大推力及迅速提高导弹速度至4马赫的极限速度，然后使用小推力及巡航，这可以显著地增加导弹射程。所以中美两国的导弹最大射程都可以达到100千米以上的标准。尽管导弹发动机工作时间只有10几秒，当然能打100千米不意味着是有效射程，这实际上都到导弹末端射程了。导弹依靠惯性末端速度已经很低了，甚至不如对方飞机飞得快，更别提打击空中目标了。所以中远程空空导弹一般会在敌方空中目标确认进入有效射程和不可逃逸距离范围内才会发射，这样导弹击落敌机的成功率会更高。当然，法国另辟蹊径也搞出了一款流星空空导弹，这款导弹也是印度空军阵风战机的主力弹，但是使用的是冲压发动机，只携带燃料，不携带助燃剂，所以发动机可以连续工作超过60秒。这个超长动力段是其他导弹望尘莫及的，因此
导弹有效射程100千米以上，全程保持发动机高速推进。然而冲压发动机需要进气道吸氧工作，一旦做出大过载机动，那么导弹进气量下降，就会出现动力不足的情况，速度衰减更快，对付高机动性的战机还是较为吃力的。好在中国研发了独一无二的 PL-15 空空导弹，解决了常规中远程空空导弹发动机工作时间短的问题，就是使用了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把燃料柱分成2段，两段中间有一个单向耐压的隔板，这样第一级药柱的燃烧就不会影响到第2级药柱。这就是 PL-15 可以在空中2次点火工作加速，极大地提升了导弹的射程和远程攻击能力。而且也有专门的外贸版本 PL-15E， 射程超过145千米。据信巴铁也采购了一批，主要装备枭龙3和歼10C。可以说，巴铁空军换装 PL-15E 导弹后，将全面碾压印军全部的空地导弹，包括流星，对印军建立起空空导弹的技术优势。